歡迎你哋嚟到納米樓尺數開口中遊戲。開口中相信你哋都識玩嘅，估中嘅就會爆。懲罰就係拍一集納米樓嘅驗樓。清楚明白？喂，咁細地方我唔去㗎，不過陪你玩我可以。納米樓係嘛？香港地納米樓400尺啊！1至400。咁睇嚟呢位同事咧都好驚輸喎，人哋都講到明係納米樓啦，咁我就估220啦。220至400。350、 250、 300、 260、 280、 270、 270至280。豈有此理啊！速戰速決啦！我嘅 lucky number 277。其實無論邊個輸，咪一齊要去拍呢一集。咁究竟277尺真係有幾大？咁今集咧會去到 Coastal 驗收一個一房單位。嗱，呢一個喺跌市期間開賣嘅納米樓，樓價都折讓咗唔少㗎。會唔會影響到裝修質素呢？一齊上樓睇睇啦！嗱，大家有咩睇法？歡迎留言講下，有機會獲得咖啡禮券。咁另外啦，仲未訂閱嘅朋友就記得 subscribe 入 House 嘅 YouTube channel， 同埋撳埋隔離個鐘仔啦。由宏安發展嘅 Coastal 位於鴨脷洲惠豐街，唔使5分鐘就可以行到過利東站㗎啦。樓盤屬於單棟式嘅物業，提供93伙，涵蓋1房到2房間隔。項目喺今年2月開賣嗰陣已經係現樓，首批折實平均尺價係17000蚊到，對比21年樓市高位開賣嘅同區新盤，足足平咗2%，幅度多過大市同期2.7%嘅跌幅。今集驗收單位嘅業主 Jackie 都係見到樓價回落而入市㗎。因為自己本身都係住呢頭啦，住利東村嗰邊啦。早幾年都已經睇緊㗎啦，好似日南啊嗰啲咁。就但係早幾年嗰個樓價太貴啦，成2萬幾蚊尺。咁跟住呢度就早幾個月見到佢咁啱有新樓盤啦、新價單啦，咁見到個價又跌咗好多喎，跌到可能15000、600、700左右。低價策略亦都奏效。根據我哋嘅House App，Coastal 野賣咗大概76伙，佔總伙數超過80%。而 Jackie 間屋嘅所在樓層一共有5個單位，有3間都係1房嚟㗎，實用面積介乎247到277尺。而 Jackie 買入嘅係 D 室，同另外2處1房都有唔同嘅細節設計。D 室呢個單位咧係用趟門，咁就嗰陣時睇示範單位都覺得趟門就方便啲啦，出入唔使成日開嚟開去啦。因為嗰陣時見到隔離依單位佢要入廁所嗰啲，又要開房門，又要再開廁所門。D 室同時係 Coastal 最大一款嘅1房，不過都唔過300尺，得277尺，樓價大概456萬，維翻每一尺大概16400幾蚊。277尺係一個點樣嘅概念呢？俾啲參考大家啦。普遍一個私家車車位大概134尺，咁即係話呢一個單位大約等於2個車位咁大。一於逐一分析下每個空間。客廳闊2.3，長4.4，臨隔開山門口嘅位置有大概109尺，空間唔大，唯有靠高度補足。單位最高處嘅樓層高度超過3.3米，高過一般新盤嘅3.15米。嗱，因為一入門後咧，咁其實喺我嘅右手邊咧就係個開放式廚房啦，咁變咗呢度咧就好似形成咗一個玄關位咁樣，咁但係因為個開門位咧其實都嚟到呢一度噶啦，咁所以想擺鞋櫃或者儲物櫃嘅話咧就要擺前少少，大概喺呢個位置。好啦，咁啊大廳行過嚟呢邊咧，咁就係開放式廚房啦。咁其實咧3處嘅1房單位入邊咧，有2處咧都係呢一種嘅曲尺型工作台面設計啦。咁有一處咧就係1字形嘅。咁對比嘅話咧，呢一種嘅設計咧，佢會多少少工作台面啦，咁可以擺下啲電飯煲啊或者電熱水壺呢一啲嘅其他家電。櫥櫃以藍色做主調，配有一系列嘅法國品牌 D-Dish 家電，包括電磁爐、抽油煙機、洗衣乾衣機等等。咁雪櫃都唔係酒店式嗰種嘅雪櫃仔，有一定容量，但礙於空間有限，蒸焗爐要擺喺雪櫃上面，咁由焗爐拎啲嘢食出嚟嗰陣就要小心啲啦。因為下面咧，其實咧佢就收埋咗垃圾桶啦，同埋一個洗衣乾衣機啊，咁所以咧其實廚房嘅儲物容量咧，主要咧就係嚟自上邊嘅。咁其中中間呢個轉角位咧，佢呢個櫃門咧就係做一個摺疊式設計啦。咁我自己覺得都幾好啊，因為咧其實你打開晒咧就見到入邊嘅空間啦，咁擺起嘢上嚟咧都會比較方便一啲。
廚房冇漏水問題，咁但係星盤有花，同埋櫃門有撞牆刮邊，咁亦都有啲瑕疵處理得唔好嘅情況。咁啊，我哋啱啱驗收完個廚房啦，就發現咧，其實佢件企板咧係有少少崩嘅。咁啊，崩嘅範圍咧其實都比較大啦，可以輕輕執一執佢，補一補佢，咁啊磨翻平啲，磨翻靚啲，其實都可以解決到嘅。咁但係而家咧，佢哋就咁擠咗劈膠落去咧，我又覺得有少少肉酸。咁由於只係美觀問題，除非業主好介意，咁如果唔係，康 Sir 都唔太建議換過成塊板，因為有機會要拆埋側邊個櫥櫃。做得開放式廚房，用起上嚟難免都會有啲水濺到落地下，咁但係廳鋪咗木紋磚，清潔起嚟就會方便啲啦。而呢種設計亦都一直伸延到露台。咁呢個露台嘅設計咧，同平時睇到啲新盤咧都有啲唔同㗎。咁例如咧，佢下邊呢個地板咧就用咗木紋磚啦，咁同客廳一樣，咁變咗咧嗰個視覺上咧就好似有個空間嘅延伸啦。咁另外側邊嘅扶手啊，以至到上面咧都用咗啲木飾面，咁就令到成個設計望落更加統一啦。露台最主要嘅裝修問題係地台有積水，同埋冷氣機散熱器側邊有垃圾。咁若果淨係計露台係得22尺，咁但係採用3合1設計，合併埋工作平台同冷氣機平台，咁夾埋有38尺。除咗方便第時維修冷氣機，擺個晾衫架都夠晒位啦。單位向東南方，外望景觀以樓景為主，唔係樓盤嘅一線景觀。斜對角嘅地盤同樣屬於宏安，喺屋入面正望係見唔到㗎。咁就算第時起好之後，估計對驗收單位嘅景觀影響都唔大。咁翻返嚟室內，仲記唔記得 Jackie 講過揀呢個單位係因為趟門設計呢？咁原來相比常規房門，亦都有多啲地方要留意㗎。通常我見到呢個房門就用咗一個趟門設計啦，咁其實驗收呢啲趟門有啲咩要注意呢？嗱，咁好多時趟門啦，最緊要係試嗰啲門鎖啦。咁啊，好似而家呢啲位置要試呢個門鎖，咁好多時趟門咧，其實如果裝得唔好嘅話咧，有機會個門鎖咧係未必鎖得到。其次就係望一望個路軌啦，咁啊路軌最緊要係裝齊啲螺絲，因為如果有機會咧你爭咗啲螺絲嘅話咧，其實有機會係會驚跌落嚟。咁呢一隻趟門個質素係點呢？嗱，咁呢個趟門咧其實裝得係幾好嘅，咁我哋輕輕一閂落去咧，其實佢自動咧就可以鎖到。趟門嘅裝修質素雖然唔錯，咁但係相比起用掩門嘅其他單位，房門嘅位置擺咗喺中間，變相就縮短咗可以用嚟擺家私嘅牆身啦。嗱，3處嘅一房單位入邊咧，係得 D 室呢一處咧個房門係用咗呢個趟門嘅設計啊。咁其實呢種設計就有好有唔好啦。咁好處咧就係可以慳翻啲開門嘅位置啦。咁但係咧佢要留意嘅地方咧就係佢會局限咗客廳呢邊嘅家私擺位。嗱，因為呢度咧有隻好大嘅趟門啦，咁所以咧客廳擺家私上嚟咧，咁主要咧就要靠翻呢邊牆身擺啦。咁例如呢一度咧就可以擺張餐台啦，咁跟住呢度咧就擺梳化。咁至於電視機櫃咧，其實就係呢個位置啊。因為你見到發展商咧，佢而家預留嗰個天線掣位咧，都喺呢一個牆身嗰度。咁但係可能擺上嚟咧都有機會咧要突出少少。趟門設計影響到電視機櫃嘅擺位，咁但係就方便裝高架床。咁好似25樓 D 室嘅示範單位，雖然拆咗道房門，咁但係就算維持翻原跡嘅趟門，一趟開就係高架床下面嘅活動空間。咁若果轉翻用掩門嘅話，就要預留開3房門嘅地方，未必做到高架床。咁睡房長闊咧都係大概2米零，咁即係大概45尺，同一般新盤嘅客房一樣咁大。嗱，如果要喺呢間房嗰度咧擺張床嘅話咧，咁就完嗰個牆身啦，同埋出入廁所嘅門口位之後咧，咁你都會發現咧，無論打直啊定係打橫擺咧，都唔係好夠闊㗎。咁所以頭先聽業主講咧，佢就係諗住咧做一張高架床啦，咁就打橫咧擺喺我上邊呢個位，咁然後我而家企緊呢個位咧，就會做一張轉角書台，咁跟住側邊剩低嘅位置咧就會做一啲衣櫃。睡房有轉角玻璃幕牆，採光度唔錯。不過康 Sir 喺度又有發現。咁好多時咧，我哋建議咧，其實睇窗咧最好多數係落完雨之後去睇。咁啊，好似而家呢個情況咁樣啦，你會見到咧，其實好明顯個窗框咧係有水漬，咁啊由頂落到去底嘅。咁啊呢啲位置咧，其實即係代表咧佢之前個窗門咧係有少少滲水。咁但係個情況咧其實就唔係好多。咁啊輕輕可能支一支翻膠咧就得㗎啦。除咗外框支膠有窿，部分玻璃有崩翻，需要更換。
呢一間房仲有成間屋扣分扣得最多嘅地方。主要係窗邊嘅位置咧係有啲空心嘅情況啦。咁啊呢度一件空嘅，咁啊第二件呢度，咁啊呢件咧其實佢未夠1/10，咁但係反正作得隔離呢一件咧，好多時都會唔小心作爛啊作成，咁啊直接做埋佢咧就簡單得多啦。客廳咧都有個空心嘅情況啦，咁啊同埋有個地磚咧其實都幾唔平嘅，咁啊仲要喺正中間路中心嗰啲位置咧行嚟行去咧，其實係有好明顯嘅高低嘅。由於廳房都有空心磚，咁地磚一項嘅裝修手工被扣到唔合格嘅水平，得40分。咁最後睇埋浴室，咁擺咗喺房入面，可能屬於比較潮濕嘅地方。咁今次呢一道趟門就用咗金屬框門配玻璃嘅物料，咁但係污糟起嚟就明顯過木門。其實成個浴室門咧係明明好似好靚仔，咁但係而家我哋細心啲望落去咧，其實你會見到個浴室門咧係有變色嘅情況。咁啊望到呢啲中間呢啲位置啦，好明顯係鴛鴦色嘅，咁但係冇理由新樓咧係會有鴛鴦色嘅情況。咁應該之前咧就係佢哋可能係有啲清潔嘅物料啦，咁抹咗落去呢啲門框度，咁令到啲門框咧係有少少變色嘅情況。浴室門嘅問題主要係清潔方面，至於裡面嘅裝修質素又係點呢？咁我而家企緊呢個長方格咧，其實係浴室嚟㗎。原來呢一度得22尺，亦即係等於一個露台咁大。廁所空間就唔算好大啦。咁你見到我而家企咗入嚟之後咧，其實咧就啱啱係夠一個人嘅企位啦，就冇乜地方話走動轉身㗎啦。咁所以咧，你見到我後邊嘅呢個嘅洗手盤咧，都比較迷你一啲，而且佢側邊咧亦都唔係好多嘅工作台面啦。咁為咗補足翻一啲嘅儲物量咧，發展商咧亦都將個鏡櫃咧做到係差唔多嗰個牆身嗰邊，咁就係爭取翻多少少嘅收納空間。另外企缸都比較逼狹，打開浴屏門嗰陣都要小心啲，道門撞到上面嘅雨林式花灑。唔到300尺嘅面積，要劃出一房間隔，咁浴室好明顯就係其中一個要犧牲空間嘅地方。不過呢一度勝在有窗，唔怕濕氣困喺房入面。事實上，浴室裡面都有唔少清潔問題，例如係水箱有沙石、櫃板有崩花同污漬等等。成間屋驗收落嚟，石材、櫥櫃、來去水做得唔錯。主要嘅失分位係地磚、整潔度等等。單位最終有88分，同我哋對上一次驗收宏安嘅另一個新盤匯南所得嘅90分差唔多。至於會所設施方面，至於1樓規模唔大，以健身設備為主。發展商回應話，已經審閱業主提交嘅驗樓報告，並且嚴格按照質量標準開展整改工程，預計5月25號之前完成修繕。施工進度將會由專人全程監督，確保按時交付。項目每實尺管理費大概5個7。單位嘅裝修質素不過不失，大部分空間就的確比較迷你。睇返樓價比高位回落2成8之後，同一個樓價對比幾年前，的確可以買到大啲嘅單位。不過對於區內居民嚟講，若果要住返同一區，又要新樓，樓價冧心又要比較相宜嘅話，就冇太多選擇啦。附近啲區嗰啲舊樓都比較舊啦，都30幾40年啦，咁就驚入手咗會嗰個維修啊，或者其他嘢麻煩啦。買新樓即係第4個可能3、5、7年啦，自己可能即係想細樓換大樓啊，咁都個價可能容易 keep 到咯。同區未來嘅樓價走勢，或者可以觀望嚟緊附近嘅其他新樓。同樣由宏安發展嘅鴨脷洲新盤，仲有2個。除咗喺單位露台見到嘅平蘭街項目，鴨脷洲大街仲有一個。根據集團2024年中期年報顯示，2個項目預計分別會於2026同埋2027年竣工。鴨脷洲本身就係一個發展成熟嘅地區，距離 Coastal 2分鐘步程，已經有個鴨脷洲街市啦，日常買餸唔成問題。想有多啲選擇，可以經利東站去到 B 出口嗰邊，一出就係利東商場，有賣日用品嘅商店，亦都有唔同菜式嘅餐廳。至於交通方面，除咗利東站，喺利東商場對出嘅巴士站有路線去香港仔、中環等等。過2步嘅另一個巴士站，甚至有路線過海去九龍，包括旺角、太子。
咁今日驗收呢一個單位咧，其中房門咧就用咗一個趟門設計啦。咁一開始咧我就覺得唔係咁好啦，因為佢就局限咗客廳個家私擺位。咁但係同業主傾完偈之後咧，咁發現咧原來咧諗住做高架床嘅話咧，呢一種嘅趟門設計咧反而係比較容易配合得到。咁唔知道你又點睇呢種設計呢？留言話俾你知啊，有機會獲得咖啡禮券。咁最後啦，中意呢條片記得俾我 like 支持下我哋啦〜